接下来要来更换那个驾驶座的比利时外把手。那现在这外把手呢已经有点迟钝，所以准备一并换成新的外把手。它反应是比较慢，所以那代表里面的这个外把手已经差不多换了。接下来换新的。驾驶座的外把手呢，比副驾座的换比较容易。一样是先把这个盖子打开，使用这个新型螺丝钳子把这个螺丝松开。使用这个 T20的新螺丝，先把它转大概出来一点，接着要先把那个外把手这边把它卡榫拉开，然后再可以换这个外把手。看得到。这个新型螺丝拉，先把手这边打开，然后把这个螺丝往后拉。对着新型螺丝往内推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螺丝松下来。接下来把这个钥匙孔取出来，这个就是匙孔。接下来把这个外把手取下来。一样是往后，就可以把这个把手取下来。那这里一样有这个红色卡榫，一样往上扳。往上扳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取下来。取下来，这就是外把手。这是新的外把手，一样是把这个卡榫压下去，然后往这样就压下去。记得这边的那个旧的这个防尘套要装回去。旧的防尘套取出来，装到新的，装上去，丢这个防尘套。
装上去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外把手把它装回去。用水的角度，外把手塞进去，然后这边这个卡榫要把它勾进去，对，压下去，这边跑出来。接着把这个锁芯装回去，锁芯狠狠的把压回去就好 ，OK。接着把这个六角螺丝锁进去，锁进去，然后。这比较需要连续动作，就是把这两个事情按住，不要缩紧，要把手拉着，往后拉，点开声，外把手就可以进去了。OK， 然后再把这个六角螺丝锁进去。六角螺丝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这个缝制套装上去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两个外把手安装上去的状态。那记得换了新的外把手，一定要把主机做个关电再开电的动作。OK， 开电，看有没有出现错误码。那主机会去找这个新的外把手装置，那没有出现错误，代表是 OK 的。那我们再把后头关掉。接下来测试这个外把手的状况哈。这是外把手状况，这是锁车。对，发现灵敏度变得比较好。对。就跟新车的状态是一样的。好，如果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我的网站去购买这个新的外把手。那颜色的部分的话，大家可以跟我讨论。那我现在这外把手是我自己额外去烤漆的，所以这颜色会比较相近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谢谢。